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本期视频开始之前，我想先表明一个我的个人观点。我认为社会的进步从来不在于站在这个社会最顶层的那一小撮人能享受多么先进奢华的生活，而是在于这个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能不能保持尊严的活着，不是被怜悯，不是被施舍，而是被公平的对待，不必为自己的存在而道歉。这并不是因为我有多么的博爱而是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不能保证自己在未来某种情况下不会变成弱势群体当中的一份子。我在看到郑智化在深圳机场登机的遭遇，以及所谓的反转所引起的争议之后，老实说看得我既气愤又寒心。气愤的是不经当事人同意就放出监控视频这种恶毒的做法，寒心的是某些舆论对弱势群体的麻木和冷漠。我甚至觉得有些人是不是已经做好了一种准备？什么样的准备呢？就是如果他们老了或者身体残疾了，就会干脆找个地方自动消失，所以他们才会对这样的事情抱着一种事不关己、完全无法共情的批判态度。而对于后来引起反转的这段监控视频，我想问几个问题：第一，是谁授权发布在公共平台上的？合法吗？第二，为什么视频是被加速过的？出于什么动机？这段监控视频在我观看的时候就觉得不太对劲，因为郑智化的行动看起来太利索了。于是我把这段视频下载下来，发现了一件很荒唐的事。原来这段视频被加速了整整1倍，一段2分47秒的视频被加速到1分23秒，因为这样看起来，这整个过程好像就没有那么费力了。这真是一个绝妙的操作，把舆论的矛头导向郑智化，好像在说看吧，是他小题大做，太矫情。而我通过编辑软件把这段视频拉回正常速度，一切才变得合理起来。也许对于一个健全的人来说，20几厘米的高度根本不算什么，但通过这段视频来看，郑智化的双腿几乎是没有控制力的，因为可以看到他左腿被人抬上去之后，因为重心不稳，右腿是不受控制的在摇晃的。也许有人会说，只是加个速多了1分钟而已，我走1分钟路，跨个小台阶，完全没有感觉。那我请各位想象一下，如果只用你的上肢力量和拐杖走这么一段路呢？有没有可能你觉得稀松平常，只是因为你四肢健全？而对于某些人来说，这1分钟就需要付出全力呢？没错，是有人帮忙的，但真正的问题难道不是为什么在今天我们仍然允许一个残障者在公共交通中如此狼狈吗？从这个监控视频我们能够得到的一个无法辩驳的事实就是，机场的无障碍通道设施是缺失的。很多人不明白郑智化会感到这么愤怒的原因，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因为无障碍通道的意义从来不只是为了方便出行，它更深一层的意思在于让残障者不必被凝视、被围观自己的残疾，不必在每一次上下台阶、每一次求助时都要被反复提醒自己是不同的、是不正常的。真正的无障碍不是修一条坡道，而是让一个人可以不被特殊对待的生活。那是一种社会的成熟，一种文明的体面也是最根本的人文关怀。如果一个人体会过这种人文关怀，然后又一次在一个环境当中失去，当然会觉得愤怒和失望。我们不断地追求社会进步的高度和速度，却让这个社会环境的温度变得越来越冷。看那些对郑智化冷嘲热讽的人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们笑郑智化说自己连滚带爬是言过其实，原因只是因为他们在那段视频里，他们既没有看到滚，也没有看到爬，但其实真正的本质是，他们同样没有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们看不见别人的痛苦，甚至调侃别人的痛苦。而也许正是在这种人文意识集体缺失的社会里，无障碍设施和为残障人士的服务才会如此的欠缺。这种设施落后的根本原因可能不只是设计问题、资金问题，更重要的其实是意识缺失的问题，是时刻把效率凌驾于人性之上的一种态度。在我看来，郑智化完全不需要为自己的情绪道歉。你的愤怒显然是因为你对国内的无障碍设施和人文关怀还有着正常的期待。相反，因为你的曝光和督促，深圳机场做出了多项改进，更好地为残障者提供便利。从这个结果来看，你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督促了设施和服务的改进，让这个社会中许多看不见的连滚带爬们的困境被看见。在这里，我想代表所有可能受益于你的行为而发生改进的人，对你说一声谢谢。最后，深圳宝安机场应该好好的自查一下自己公司内部的视频是如何流出的。如果你们的管理如此的混乱，那么如何让乘客安心的把生命安全交付给你们呢？